我是赵少康，欢迎来到 TVBS 少康战情室。在我们现场特别来宾，严卫慈议员、张启凯委员、张延廷副司令、赖士葆委员、洪孟凯委员、张思刚议员。好，乌克兰说他策划了1年半，对俄罗斯来一个木马屠城记，然后去突击俄罗斯的4个空军基地，说他炸毁了41架轰炸机，他说这个车子然后呢就装在卡车上、木屋上，然后偷开到距离机场比较近的地方，无人机就起来了那他这个蜘蛛网行动就同时好几个地方然后呢木棚藏了117架，然后呢这个普丁的空军被重创，他说炸了41架轰炸机，那俄罗斯说没那么多了说都可以修。那乌克兰深入俄罗斯境内4000公里。哇，这个很厉害然后呢，专家说这给俄罗斯重大的打击那俄罗斯承认5个机场被袭击，俄罗斯他说只有3架被打掉了，其他修就好就说他是无人机去嘛，那无人机是带着炸药，还有无人机用自杀俯冲那轰炸机很大，一个无人机能够伤这个轰炸机到什么地步乌克兰说我炸毁了他41架，俄罗斯说真的3架炸毁了，其他修就好我觉得俄罗斯太轻敌了，因为过去都是他去打别人，别人很少打他偶尔有无人机去一下，但是没有什么大碍，所以大家没想到在谈判的前夕，双方都要拿出最大的战力，然后在谈判桌上才能够叫对方让步，才能坚持自己的意见坚持自己的立场。所以俄罗斯因为太平日子过久了，完全没想到乌克兰会搞这一手那泽伦斯基说这是3年的俄乌战争里面最远距的任务，这么远，打到那个他的空军基地去了这个无独有偶祸不单行俄罗斯主要的核潜舰的基地叫北莫尔斯克发生爆炸爆炸状况不明，到底怎么样？怎么回事？哇，一个核潜舰的基地到底是乌克兰去炸的，还是美国 CIA 炸的还是北约去炸的，还是自己爆炸的？现在搞不清楚但是俄罗斯当局说没有这个事情，不承认，谁哪有爆炸？好好的那乌克兰为什么这次去打？俄罗斯说1/3的战略轰炸机都被炸了。BBC 说乌克兰告诉世界他自己还有牌。川普不是说 You have no car 吗？你没有牌吗？我还是有牌，我偷的去突袭人家也是张牌另外呢，俄罗斯的桥也被引爆，火车出轨，好几十个死伤这个火车上再有几百个人那前国务卿蓬佩奥说，美国如果承认俄罗斯占领了克里米亚，就是史诗级的错误。马克宏也说，恐怕对台湾产生影响，表示强权就可以占领别人的土地那另外呢，乌克兰他们现在要谈判乌克兰的方案提出来的，说不可以限制我的军力，而且呢，这个我的主权也是我的，不是你的另外，俄罗斯要向乌克兰支付战争赔款，你让我损失这么多钱，赔来，俄罗斯当然不会同意了那另外，德国国防部长说，俄罗斯未来4年里面怕会攻击北约，俄罗斯还有能力去攻击别人？打个乌克兰打了3年，打成这个样子不过呢，北约说他会打什么波罗的海3小国这种比较小的国家，我们看一下。一架架无人机从卡车后方起飞，俄罗斯各地民众亲眼目击乌军无人机神不知鬼不觉发动大规模空袭。就像特洛伊木马战术，多达117架乌军无人机被放置在卡车货柜顶部特制隐藏空间，悄悄潜入俄罗斯境内，展开行动代号“蜘蛛网行动”。乌军曝光攻击第一视角，多架俄军轰炸机爆炸陷入火海。这次行动深入俄罗斯境内4座空军基地，包括靠近莫斯科的加吉列沃，位于西部的伊万诺沃谢韦尼，还有北极圈内的奥莱尼亚，最远的别拉雅空军基地，甚至距离乌克兰超过4000公里，东南西北都不放过。炸毁俄军41架轰炸机和预警机，图95、图22以及图160等战略轰炸机都被击中。Селя Малюка. Блискуча операція проведена на території ворога виключно проти військових цілей, проти
саме тієї техніки, яка використовувалась в ударах проти України。而在乌克兰东南部扎波罗热，乌俄也打得火热。俄罗斯发动无人机攻击，乌军又炸毁敌方一列载着燃料和军粮开往克里米亚的列车，摧毁俄军关键后勤命脉。乌俄冲突持续升级，泽伦斯基却发文回应，俄罗斯将派国防部长乌梅洛夫领军乌方代表团出席伊斯坦堡第2轮停火协商。和谈前夕，泽伦斯基终于点头，但能否成功，就看双方愿意释出多少善意。Неужели не предупредили, что мост обвалился? Какой-нибудь сос, я не знаю что. А как этот мост обвалился? Дети маленькие. Там дети! Дети кричат. 暗夜里哭喊声此起彼落，从目击者拍下的影片隐约可以看到客运火车车厢好几节出轨。这里是俄罗斯接壤乌克兰的布良斯克州，火车出轨原因是因为旁边的公路桥梁倒塌，火车被残骸砸到，造成7人死亡，数十人受伤。State media reports that the train was traveling to Moscow when it was hit by debris from the falling bridge and derailed. Railway officials say the bridge collapsed from, quote, illegal interference, but they don't specify what that means. 都还没查出原因，又传出另外一座桥也垮了。这次位于俄罗斯的库斯克同样是接壤乌克兰，铁路桥不明原因倒塌，导致货运列车出轨。事实上，在案发前，库斯克地区早就不平静。库斯克多栋民宅因为乌军的空袭而被毁起火，至少14人受伤。接着就发生2起桥梁倒塌，也都是接壤乌克兰，让人怀疑并非巧合。其实俄罗斯也是同样好几个晚上狂轰乌克兰东北部的苏梅地区，州长就下令撤离至少11个定居点。不过现在俄罗斯也抛出希望乌克兰6月2号到土耳其伊斯坦堡举行2次和平对话，乌克兰还没答应说要参加，要俄罗斯先交出先前承诺的和谈备忘录再说。而美国国务卿庞培奥此生第一次踏上乌克兰港都奥德萨参加黑海安全论坛的时候，庞培奥向川普隔空喊话。说若是美国承认俄罗斯占领克里米亚，就会铸下史诗级的大错。好，看起来俄罗斯祸不单行哈，这个机场被人家炸了，战机被人家轰炸机被毁了，桥两个桥被炸了，死了一堆人。好，潜舰基地又发生爆炸，到底怎么回事？张善军，乌克兰怎么进去炸的？然后无人机能够怎么炸轰炸机？他这个是乌克兰策划已久的蜘蛛网行动。那这个他策划了1年半。1年半。他这个有一个因素，就一定要保密。保密做得很好。我判断美国不知情，美国知情，美国国防部就出去了。所以我认为美国不知情。然后他这个搭配的一定要搭配人造卫星，因为搭配人造卫星这个才能够实施网状化作战。或者叫蜘蛛网行动，就是网状化作战。网状化绝对不能缺少人造卫星。然后我判断是德国的，德国提供的。那德国这方面最近为什么对乌克兰这一方面的支持好像比较以前积极了？就是说4年内这个俄罗斯会对北约有所行动，也是德国说的。那他的保密跟他的计划这方面是做到的，感觉到滴水不漏，因为一下就破梗了。因为兵学上有讲，就是战胜不复，你就做这一次，你下次想要再复制，困难度很高，是这样。然后他这无人机，所以俄罗斯说不会有41架。因为它这些自杀式无人机都是小当量的炸弹，载不重。你就要知道，它的体积那么小，这样的货柜车要是跨境运输，俄罗斯也没有察觉，然后到5个机场去炸。那这个现在俄罗斯它有短板，俄罗斯的飞机是陆停，俄罗斯原则上不太盖机堡、机库，它连简易机棚都没有。毕竟轰炸机，雄式 Tu-95轰炸机大 ，Tu-200逆火式轰炸机也是很大。A5栋的空中雨军也是很大，他大概没有想到人家会到里面去炸他。对，也不会嘛，我那么远。然后，但是如果我是俄罗斯当局，我也要盖一个简易机棚。这个简易机棚啊，就挡到无人机了。你可以花这个小钱嘛，但是却增加了安全。结果没有，你看它陆停就一炸下去。但是我们知道，它有的飞机里面有油，一油就引起殉爆，整个都烧起来，开始爆炸。看这个高耸的这个黑的浓烟，就是因为这个样，所以它都是陆停。那陆停就造成重大的战损，然后同时间发动，因为你只要有个机场发动，其他时间还没有发动就失败了，因为其他时间都开始一点出事，全面警戒，那就失败了。所以它同时间，你看时间要掌握得很棒，
不同地区早就摆在那边了。它这个简易的由这个货柜车啊去运载过去的，看起来好像这个主屋夹层，然后重新打开，然后经过远端遥控卫星导引，然后直接对着这个飞机就过去了。你看呢，包含人力火势轰炸机是很贵的，他们讲过竟然是超过70亿美元的这个价值，全部加起来。但是我判断乌克兰是稍微有点夸张了。但是现在来看，双方可能都夸张了，都夸张了。那这个最重要，我认为跨境运输为什么俄罗斯会不知道，尤其在战争状态，他俄罗斯应该有所警觉，怎么会那么东西都样式都一样？抽查一看也抽查出来了嘛。他也停旁边，因为在同一个时间出发，但是不同的机场布阵，那换句话说是不同时间到达，然后同一个时间攻击发起。那你换句话说，你俄罗斯怎么没有察觉呢？所以俄罗斯在这个前线的警觉性很高，但是在后方的警觉性不高。反正我安全，距离乌克兰战场2000公里、4000公里，我是很安全的。换句话说，他这方面并没有提升他的战备。另外，我整个这个事件一看的话，俄罗斯不要排除动用战术核武的可能性。他有讲过啊，他说会攻击要动用战术核武。这个你要出来了，我认为这个是个惊人。但是有3个指标，第一个，俄罗斯有没有做核子试爆？因为他核子试爆已经停了20多年了，没有再做任何试爆。他要使用之前，我说他要做个试爆，一试爆就是做警告，我准备要使用。因为在使用之前可以公告，使用的时机不讲，但是使用的决心他可以事先先说。你这样子对俄罗斯这样子采取这方面的攻击，俄罗斯前他的教范写得很清楚，动用了10个师，仍不能达成决定性的战果，俄罗斯当局就必须考虑动用核武的可能性。这俄罗斯的教范写得非常的清楚，他早就超过10个师了，因为打了3年3个多月了。所以我们来看，我认为那个动用战术核武的可能性不能完全排除了。不，当然他们的边界很长了啊，因为国土都很大了哈。俄罗斯更大了，比乌克兰又大很多，乌克兰比我们大60倍，俄罗斯比乌克兰又不要大几十倍哈。所以俄罗斯大概因为太大，那个防线大概不好拉，所以它重点都放在战场上。所以乌克兰出一个部队就把它国土都占了。俄罗斯前阵子不是有些国土都被人家占了吗？换句话说，他根本没有防守嘛，他只想要攻，其实并没有防守，而且他掉以轻心，他觉得他地理位置，你当时德国要打他，在列宁格勒打的苏斯人打了多少天也没打下来啊，所以俄罗斯根本就觉得说你们不会打我的，那乌克兰就利用这个机会去轰炸他啊。那现在问题就是说，俄罗斯会怎样？川普会怎样？因为他马上要谈啦。川普会比如说，俄罗斯你不能乱动他本来就不爽他了还是川普会不会理他？那如果俄罗斯是以色列，那一定报复。那俄罗斯能不能会不会像以色列，我们不知道。如果以色列的话，绝对报复，而且10倍100倍要回来。那俄罗斯会不会有没有这样的决心，有没有这样的实力？现在要看。接下来其实形势我觉得蛮紧张的，休息一下再回来。好，川普被骂说他是 taco Trump always chickens out， 永远像那种怕像个鸡一样完全不能打仗被人家一威胁就跑了，所以川普很生气那他现在呢要这个看起来要发扬他的，就拿出他的这个个性出来了说我不怕他说好人就当到这里。中国违反贸易他的协议所以他的英文呢叫做这个我就是我看他们英文在哪里他说 so much for being Mr. Nice Guy， 可以了，人家说我是好好先生，就到此为止了，我再不当好好先生了就他哪有当好好先生他只是把中国的关税从140%降到30%，那问题是30%也很高140%根本等于是不可能那美国财政部长说，人家问财政部长了，说你们什么时候谈呢？财政部长说，我们等到老板谈了再说。川普跟习近平最近就会通话那他们另外一个贸易主任呢说，这个礼拜就会通话。换句话说呢，别人是下面先谈好给老板去签个字，他们是下面谈都没用，老板一句话就否决了，所以下面也不谈了，谈半天谈什么呢？说反正他们两个会通了电话再说吧。他们讲了什么，我们再根据那去做大家都不要嫌自己去干那另外呢，为什么说因为大陆稀土外销还很慢，没有立刻批准，所以美国的车厂叫苦连天
哦，说未来几个礼拜内再没有稀土呢，磁铁可能会被关闭，哦，所以呢，他们的休战面临破裂的风险。汽车干嘛用？哦，变速箱、节门这个节气的门体、交流发电机、各种电机、传感器、安全带、扬声器、车灯，哦，它的电机设备、动力转向器跟摄像头、照相、拍照都要用到磁铁或是稀土。那这个都掌握在大陆手上啊，所以不是只有什么军事，一般民用东西很多也需要这东西，可能少，但是还是要。大陆的商务部就说：“哎，骂我，我们骂你就不错了，你单方面不断挑起新摩擦，对不对？还有说我这个违规，完全背离事实。你因为川普说中国违反他们之前日内瓦协议嘛，之前不是在谈的吗？大陆说你说我违规，你干了些什么事情啊？对不对？你把我们的学生都要赶走了，学生签证也不给了，哦，然后高科技各种的这个控制哦管制哦，所以呢，美国不断加强对中国的半导体管制哦，然后呢，中国不可能一味忍让，我们限制，果然他有承认，我限制稀土出口，只是面对美国的有力反制哦，也就是说呢，你说哦我有新的这个各种这个手段，你的新手段才多呢，哦，什么讲我呢？所以美国国防部长说，大陆对台湾动武可能迫在眉睫，啊，那而且呢，亚洲这些国家应该增加国防支出。讲来讲去就叫你多买美国武器啦，啊，那这个说呢，但是又说中国不会在川普任期内打台湾，啊，那或者任期结束可能就打。那另外呢，这个大陆驻新加坡大使馆是说呢，美国军费从哪里来？是关税来的吗？你国防部长在讲什么？哦，什么叫做我要去打台湾了？哦，那另外呢，他也说，美国国防部长想要把亚太变成火药桶，妄想以台制中。哦，因为他们在新加坡开这个香格里拉会议了，大陆国防部长很奇怪的，今年没去，大概知道美国要搞什么鬼，所以他不去了。你们自己随便讲好了。另外一个事情重要是韩国大选明天投票，所以到底是会怎样？谁会赢？谁会输？哦。牵动到这个半岛的这个局势哈，朝鲜半岛的局势哈。那李在明哦，现在看起来呢声势很高，民调领先很多。李在明认为呢，那个外交应该平衡，对中国、对日本、对美国应该平衡。但是呢，现在的执政党啊，金文书认为说呢，要抱着美国、抱着日本的大腿啊，要跟他们好哈。那另外呢，李在明被媒体问说，中共打台湾，你会不会援助台湾？李在明不愿意表态，他说：“中共打台湾，外星人打台湾再说啊，外星人入侵再说，外星人没来以前呢，我不表态，所以他不会的意思了。”我们看一下。川习会似乎有谱了。美国财长贝森特接受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专访时表示，相信美国总统川普与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近期将展开对话。另外，彭博资讯也引述白宫国家经济委员会官员说法，川普预期这个礼拜将和习近平进行通话。During COVID, China was an unreliable partner, and what we are trying to do is to de-risk. We do not want to decouple, Margaret. But we do need to de-risk, as we saw during COVID, whether it was with semiconductors, medicines, the other products, we are in the process of de-risking. 原本日内瓦谈判后，中美之间看似尽释前嫌，结果美国总统川普又发文开炮，不满中方限制部分稀土出口。近期全球汽车巨头，包括通用、丰田、福斯、现代汽车，纷纷向美国政府求救，表示稀土断炊恐怕让车厂在数周内面临停产危机。贝森特表示，原本北京同意释出稀土，却又禁止出口，到底是体制出问题，还是故意为之？要等川习会通话才能得知。而不止贸易持续对抗，新加坡登场的香格里拉对话，中美也处处交锋。针对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指控习近平已经下令军方准备2027年攻打台湾的说法，大陆国防部强硬反击，痛批美国粗暴干涉他国内政，一意孤行，必将反噬自身。来，志宝兄，这讲到稀土啊。美国75%的稀土所需要用的稀土来自于中国大陆，
它从中国大陆进口75%，中国大陆的稀土呢占全世界67%，所以2/3全世界2/3的稀土，统统来自于中国大陆。那你就知道这个是一个战略物资啊，这个战略物资他也承认，中国大陆也承认了，所以这个都是因为你对我这样子啊，我当然要反制啊，我不能够让你1打再打3打4打这样子。你可以看哦，黄仁勋不是也讲过一句话，黄仁勋很有意思哦，他到这个大陆去骂川普，那么在这个地方也骂川普，只有他敢骂川普，因为他在美国还投资几千亿美金嘛，是不是？结果黄仁勋骂了川普之后，还有讲到的东西，骂台湾的政府，说为什么不用核能？骂完之后啊，被这个围剿被出征，所以他也觉得他很奇怪，他很莫名其妙。我在讲实话，他在讲实话，这个人他有实力讲实话嘛？哦，你看他一投资 AI 就是5000亿美金，然后现在在台湾要设这个 AI 的总部，呀等等之类的，好，你就发现到说。中国大陆现在面临到美国是对它的半导体是不断的限制，它就限制黄仁勋，你的什么 H20吧，什么20，你不可以销大陆，好几个东西不可以销大陆。那这里面来讲的话，以黄仁勋来说的话，他是讲他的 AI 的 chip， 他 AI 的晶片是，他完全看各个国家，你中国大陆是 DeepSeek， 我就做你 DeepSeek 的 chip 给你，美国是 OpenAI。我就给你 OpenAI 的 chip 给你，你跟哪一个国家你是什么的，我完全是 tailor-made， 所以他敢讲这个话，因为他没有特别的依赖什么地方，他就是在商言商，而且讲技术，这一点来讲的话，其实是非常重要。那当然稀土，何况我再强调稀土除了刚刚讲的汽车啦、那个飞机也用得到，还有我们常身体健康检查有没有 MRI 也用得到。你就发现到这个是一个战略物资，这里拿来跟美国做bargain用的。但是现在问题是，看起来两大强权的国家，又为了贸易问题要吵起来了。本来好不容易 settle down 的时候，30%、4%好像双方面都可以接受，可是现在川普也面临到他的法院。也对他采取一些的说利贝萨里，后来说可以啊，和可以15%等等的，你会发现到说，现在中美因为没有搞定，好了，全世界的金融市场又一团乱，所以最近的全球的股市基本上都不会太好，不确定了，不稳定。我觉得川普大概最气人家就讲他说他口，不是墨西哥卷饼，也不是日本的那个什么小卷，就是你像个老是。遇到人家威胁你就撤退，他大概现在很气，这很丢脸呐。因为美国英文骂人最难听的字都是4个字的，你就想想 F 开头的了 ，G 开头的什么都是4个字，所以 taco 也是4个字。川普觉得这简直是奇耻大辱，所以他最近一定要想办法扭转一点回来。我们看看韩国的情况。南韩总统大选倒数计时，上周4与周5已有34.7%的选民参与事前投票，只要携带证件，不受户籍地限制，都能前往全国各地投票。受戒严风波影响，执政党国民力量选情处于不利，候选人金文珠却主张在野党共同民主党于国会拥有过半席次，若对手李在明当选而完全执政，将形成另一个暴走独裁政权。대한민국이 완전히 거짓말공화국, 부패공화국이 되겠죠. 李在明则呼吁选民出面审判执政党，并终结戒严内乱势力，才能让国家回归公平正义。 이 계엄을 하려는 이런 행위들 이게 보수가 할 일입니까? 이건 범죄 집단이 하는 일 아닙니까? 由于李在明支持度稳定领先，外界预测若李在明当选，当前南韩亲美制中的外交路线会有所转变。记者当面向李在明的外交安保政策总指挥魏胜洛询问：若台海开战，美国出动驻韩美军，并要求南韩支援，李在明若当选总统，立场究竟是什么？ 우리로서는 대만 해역에서의 어떤 상황이 생겨나는 것은 지역 전체의 평화 안정에 위해가 되고 여러 나라가 거기에 무역하게 연루가 될 수 있기 때문에 그러한 상황이 생겨나지 않도록 모두가 노력을 해야 된다고 생각합니다. 这是台湾问题最频繁被提及的一次南韩总统大选。当南韩国内都在聚焦候选人的政治攻防时，外部则在关注新政府在外交路线上会有什么样的转变。对，在那边。齐凯，
看起来李在明应该是胜券在握了哈。你看，从一开始加拿大的这个选举，到这个澳洲，一直到这个菲律宾，现在看起来是南韩，现在看起来反川普那一方看起来都是胜利的。今天李在明讲那么清楚了，台湾如果开始两岸战争，要不要来援助？用的是什么外星人入侵才来？那显示什么？人家都置身度外了，所以老讲我们更要自立自强了哈。要自立自强。我提醒大家，这几天也有个很重要的新闻哦，美国希望我们把我们的国防预算提高到 GDP 的5%，这是什么意思？我目前国防预算占我们 GDP 多少？大概2.5哦，5%就是要增加1倍，增加6000多亿。我们增加1兆2000亿，现在6000多亿加起来就是1兆2000多亿，我们的总预算大概只有3兆那你全部法定预算大概就54%，剩下40几%，那全部都不要，全部都拿去做国防了。那台湾老讲都不要建设啦。这是一个很大问题，可是美国那个看起来那个压力是越来越大的。我们要怎么样去买到合适的这个武器，然后不要花这么多钱，我们就要好去思考哈。那刚讲这个川普，川普现在变什么？变弱鸡了。现在媒体画了一个弱鸡的样子，然后说他每次都是退让嘛，所以他开始他硬起来。他现在用的方法是什么？那对，就是一直在讲我只要跟习近平通过电话就可以解决问题啊。问题是，你看他已经很缓了多久了？习近平不理他就是不理他。然后他现在开始，他对那个欧盟那边他也是下重手，他把钢铁跟那个铝那个是多重要的事情。他一下子从25%一下提高到50%，而且影响最大的是哪里？他进口最多的是哪里？就是他北边兄弟之邦加拿大，南边的墨西哥，还有欧盟啊。所以现在连欧盟整个都翻脸了。所以你看，主帅不能随便动怒了。川普现在突然变弱鸡动起来，他变成很强的时候，弄到后来自己动怒的头，他这一些盟邦开始就跟他翻脸了哈。那老实讲，有没有一个人可能变弱鸡？刚才讲了，普丁有没有可能？普丁现在被乌克兰这样一搞，乌克兰这个是现代的这个木马屠城器，重伤，他那个即时战力大概少了大概1/4哦，看起来是重创哦。那你说川普，那个普丁脸上一定挂不住嘛，所以刚我们在谈的，搞不好战略性的这个核武可能就会来了哈。我们是蛮期待，就是两边现在在和谈，战术核武战术性的这个核武，两边在和谈，我是蛮希望生灵涂炭。这真的如果打下去的话，不止乌克兰，我觉得两边在升高的话，对整个世界都是不好的。所以一方面，我们自己台湾要自立自强不要急着这么一下子提高太多的这个经过。可是我们要注意到整个地缘政治还有反川普这个事情，这个力量越来越大。可是相对同时，国际一直在变化，我们自己一定要照顾好自己。休息一下再回来。